那条赛道不认得你是谁？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？内娱这10几年，观众好像养出了一种本能反应，但凡看见一个艺人做了一件不太像他该做的事，第一反应不是哦他居然会这个，而是这又是哪家公司策划的营销方案。跑步是健身人设，做饭是生活博主转型，骑车是酷盖营业，画画是文艺青年包装。所有事情在被看见之前就已经被提前判了刑。所以当王一博出现在珠海国际赛车场 GT3AM 组的发车格上，我一点都不意外，评论区又炸了那套老话，玩票割韭菜拍给粉丝看的下一个热搜素材。这些话太熟了，熟到你几乎可以闭着眼背出来。但8月2号那天下午，雨下的真大，我是后来才去看回放的，直播的时候没赶上，晚上补的。画面里赛道表面那层水膜后的反光，转播镜头拉远的时候，整条赛道像铺了一层碎银子，刺眼。解说提了一嘴，说这个雨量在 GT 赛事里已经接近需要出安全车的临界值了，但比赛还在继续，然后85号车出站了。我想先聊一个很小的细节，不是他拿了季军这件事，季军当然值得说，但我想说的是那个画面，他跑完全程从驾驶舱里爬出来，摘护目镜的时候，眼窝周围压出一整圈深红色的印子，那种被橡胶密封圈闷了好几个小时，毛细血管都快憋出来的红。头发湿透了，不是造型湿喷的那种湿，是雨水和汗混在一起，从头盔内衬里沤出来的那种贴。脸上有一道机油蹭的痕，他也没擦，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香槟瓶子，手指头在微微发抖，不是激动的抖，是那种高强度专注之后肌肉脱力的抖。他扭头朝队友喷了一口，雨打在脸上，香槟沫子也打在脸上，混在一块儿。他也没对着镜头笑，也没找机位，就那么站着。这个画面我反复看了3遍，不是因为他帅，是因为他看起来真的累。那种累是装不出来的，你没法在镜头前演一个刚跑完30圈雨战的状态，因为那个状态里没有好看，只有狼狈好了。现在说说那身赛车服，赛后有一条评论特别逗，大意是这衣服也太丑了，完全不像他平时的穿搭水平。我看到的时候真的笑出声。你知道 GT 赛车的赛车服是什么吗？那玩意儿不是给你拍照的，它里面有一层贴身的防火内衬，外面是多层阻燃面料，胳膊和躯干部位塞了护具，所以穿上之后整个人看起来鼓鼓囊囊的，肩膀那块尤其臃肿，腰线完全消失。面料的厚度和密度是有赛事安全标准的，得扛得住蹭到赛道上飞起来的碎石，扛得住极端情况下的短暂明火。上面印的那些 logo 不是赞助商的时尚联名，是赛事规则要求的标识系统，目的是在雨雾、烟尘、高速运动的情况下，让维修区、裁判塔、其他车手能在一瞬间辨认出这是几号车，属于哪个车队。所以那件衣服的设计逻辑从头到尾只有2个字：保命。它跟好看没有任何关系，跟时尚没有任何关系，跟衬不衬身材更没有任何关系。谁穿都一个样，都显壮，都显笨。他那天那身还溅了胎泥和雨水混在一起的脏东西，肩线上一块一块的，跟他平时走红毯、拍杂志的状态完全是2个物种，但我觉得那才是对的，那才是赛车应该有的样子。再说回那天的雨战，没开过车的人可能很难理解雨战到底难在啊。干地条件下，一条赛道跑个几百上千圈，每一个弯的刹车点，每一个弯心的走线，出弯给油的时机，都会变成肌肉记忆，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。你闭着眼都知道3号弯入弯前多少米踩刹车，知道5号弯 Apex 在哪里，但雨一来，全部作废。积水让轮胎的抓地力变成一个不断变化的变量。这一圈你在这个点刹车刚好停住，下一圈同一个点可能就滑出去了，因为那个位置多积了2毫米的水。刹车点不能提前也不能晚，早了丢速度，晚了直接冲出缓冲区。给油也是，干地你可以一脚到底，雨地里你得用脚掌去感受，一点一点的试探后轮的极限，多给 5% 的油门，尾巴就可能甩出去。有个跑了10几年场地赛的老车手之前发过一条科普，我印象很深。他说雨战就是没有剧本的考试，每一圈都是新的，每一个弯你都在重新做决定，没有哪一圈可以靠上一圈的经验直接复制。你得全程保持那种高度警觉的状态，不能有1秒钟走神，因为走神的那1秒钟，车就不在赛道上了。王一博那天跑的就是这个，不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，穿着干净的衣服，对着镜头摆个握方向盘的姿势，是在暴雨里，在能见度极差的条件下，在轮胎不断打滑、抓地力不断变化的赛道上，一圈一圈地跑完了全程。赛后，同组一个车手接受采访的时候，顺嘴说了一句，大意是85号雨战走线挺稳的，敢给油，不是来混的。就这一句话，
轻描淡写的，但比任何粉丝写的800字彩虹屁都有分量。因为说这话的人自己也在场上跑，他知道那个雨量下保持稳定走线意味着什么，他知道敢给油3个字背后是多少次在失控边缘拉回来的判断卷速表不会骗人，排位赛的成绩不会骗人，完赛时间不会骗人，这就是我一直想说的一个点。竞技体育大概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流量完全无效的场景。你是1线顶流也好，你是18线小透明也好，你站在发车格上的那一刻，裁判不知道你是谁，计时器不知道你是谁，赛道不知道你是谁，规则卡得死死的，车重、马力输出、改装规格、轮胎配方全部统一标准，一丝一毫的偏差都不允许。你冲线晚了 0.1 秒，你就是输了，没有哪个裁判会因为你粉丝多就给你把时间往回拨。内于这些年把人设这个词用得太烂了，以至于大家看见任何事情都要先套一个这是不是人设的框架。他骑摩托是酷盖人设，他跳舞是舞台人设，他演戏是演员人设，好像一个人做什么事都一定是在扮演什么。但赛车不是，你没法扮演一个赛车手，因为圈速会戳穿一切。你要么跑得出那个时间，要么跑不出，中间没有灰色地带，没有后期剪辑，没有百万修图师。有人说他跨界赛车是玩票，这个词真的挺傲慢的。他预设了一个前提，一个艺人的正业只能是演戏唱歌上综艺，除此之外的所有事情都是玩，都是不务正业，都是蹭。但谁规定的？谁规定了一个人的能力边界必须被他的职业标签框死？而且你仔细看他的时间线，不是突然有一天说我要去赛车，然后第2天就上赛道了。练车、考赛照、参加低级别赛事，一步一步往上走，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年。这不是一个决定，这是一个过程。营销不需要过程，营销只需要一个节点，一张海报，一条热搜。但竞技需要过程，需要那些没有人看见的、枯燥的、反复的练习。发车之前，有人拍到一个画面，他蹲在维修区跟工程师在沟通，头盔摘了一半挂在脑袋上，头发被雨淋的贴在脑门上，脸上有油渍。他在听工程师讲这一圈的注意事项，讲哪个弯的积水比较多，讲轮胎温度大概什么时候能上来。那个画面里没有任何明星的成分，就是一个车手在跟他的工程师做赛前最后的确认。我觉得这个画面比任何精修大片都好看，不是因为它真实，虽然它确实真实，而是因为它松弛。那种松弛不是演出来的我很随性，我很真实，是一种我现在脑子里只有接下来这30圈怎么跑的专注所带来的对外界目光的彻底遗忘。他忘了自己是王一博，忘了有镜头，忘了有粉丝在看，忘了网上有人在等着挑刺。他只是一个要上场跑比赛的人，季军这个成绩，说实话，放在职业赛车里不算什么惊天动地的成就。GT3 AM 组不是最高组别，季军也不是冠军。我不想把这件事吹上天，好像他做了什么前无古人的壮举。不是的。但我觉得他重要的地方不在于名次，在于他选择走进一个没有滤镜的世界内，于是一个滤镜无处不在的行业。灯光、妆造、后期、人设、话术，一切都是被设计过的，被美化过的，被控制过的。但赛道不是。赛道上你跑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没有后期可以修，没有团队可以帮你挽尊。你失误了就是失误了，你慢了就是慢了，成绩赤裸裸的挂在那儿，所有人都看得见。他选择走进这样一个世界，而且不是走个过场，不是去拍个代言广告，坐进驾驶舱里拍2张照片就完了，是真的去跑，真的去比，真的去承受那个成绩带来的所有评价。赢了是赢了，输了也是输了，没有中间地带。这需要一种挺稀缺的勇气，在一个习惯了一切尽在掌控的行业里，主动走进一个完全无法掌控的场景。赛后他发了条微博，一张图，奖杯搁在那儿，配了3个小表情，没了。没有长文，没有感慨，没有感谢团队，感谢粉丝，感谢所有人，没有这一路走来不容易的叙事，什么都没有。就一张图，3个表情，我反而觉得这特别好，真的做了事的人好像都不太爱说话。成绩在那摆着，你不需要再用语言去解释它，去赋予它意义，去帮观众消化它。它是什么就是什么。一个季军，一场雨战，一个完赛成绩，够了。不需要小作文，不需要升华，不需要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的抒情段落。倒是有不少人还在纠结那身赛车服好不好看，我真的每次看到这种评论都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。那件衣服是保命用的，它的存在是为了在极端情况下让穿着它的人活着从车里出来。它不是杂志内页，不是红毯造型，不是给你截图发小红书点评这套穿搭几分的。它丑，它臃肿，它不修身，
它上面印满了你看着眼晕的 logo， 但它是那场比赛中最重要的安全装备之一。你嫌它不好看，它也不在乎。他的工作不是好看，就像那场比赛本身。他的工作不是好看，不是给谁提供热搜素材，不是证明艺人也可以很努力，不是完成一次品牌曝光。他的工作就是在规则之内，在物理定律之内，在轮胎和地面之间那层薄薄的水膜之上，跑完30圈，用最短的时间。赛道不认得你是谁，他不认得你的粉丝数，不认得你的代言数量，不认得你微博评论区有多少人在喊哥哥好帅。他只认得一件事，你的卷速是多少。我觉得这可能是整件事里最让人松一口气的部分。在一个什么都能被包装，什么都能被解读，什么都能被质疑动机的环境里，居然还存在一个地方，标准是硬的，结果是明的，没有人能替你美化，也没有人能替你作弊。你跑得快就是快，跑得慢就是慢，下雨了大家一起淋着，谁也没有特权。王一博那天淋了雨，跑了比赛，拿了个季军，从车里爬出来的时候累得手都在抖。